你真的在魂圣阶段就凝聚了属于自己的第一魂核？怎么回事？我的魂力自行运转起来了。这样的3只魂导师团，完全是3头吞金巨兽。我们地龙门既然选择加入唐门，这条矿脉自然也就送给唐门了。你可以的，打起精神，多指挥，蛇打7寸，倘没有人偷袭。求荣的人渣，早就该死。走吧。这些山莽宗的人都是你刚才……顺手解决。你现在魂力多少级76级。76？不久之前的斗魂大赛上，你还只有5环魂王修为，怎么会有这么快的修炼速度？一些机缘罢了。你真是怪物中的怪物。就是这里了，这口寒泉蕴含着浓郁的灵气，寒泉之下便是拥有奇异矿石的洞府。这水下似乎有什么在吸引着我。你下去吧，我在外面守着。虽然你有极致之兵，但也不要勉强。若是承受不住低温，就立即上来。好。果然灵气浓郁异常。曾经有一位先祖从里面开凿出一块小矿石，其中蕴含着浓郁的冰属性气息。那矿石本身又呈现金属特性，所以先祖传承下来，一直认为在这洞府内部是一处矿脉，一处拥有着冰属性稀有金属的矿脉。也许这稀有金属能助我突破魂斗罗。好一股纯净的冰属性天地元力，这里果然是一处宝地。冰皇护体，温度竟与冰火两仪眼的寒极冰泉相差无几，那里一定是这处寒泉的泉眼所在。找到了，应该就是这里。送给你是正确的选择，也是天才中的天才。只有你能帮助地龙门重现往日辉煌。水居然被隔绝在外。已经拥有极致之兵，怎么还会感到寒冷？这是冰极神经，万载玄冰窟诞生的冰极神经。这么多的冰极神经，一定有万载玄冰窟存在。这对冰属性的魂师魂兽来说，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宝物啊！冰极神经是什么？冰极神经是万载玄冰髓的半生金属。万载玄冰髓中的冰属性天地元力溢散出去，被周围矿脉中的金属矿藏吸收。矿藏属性改变，慢慢演化为冰极神经，是一种极为稀有的金属。稀有金属，既是最坚硬的，也是最柔韧的。
这是灵界巨灵，专吸食冰级神经，更有好几次差点死在他手里。对不住了，冰级神经，我可不准备让给你。连划痕都没留下，好坚硬啊！宇浩，你试一下将极致之冰融入暗金铜爪之中。好神奇！我将极致之冰注入暗金孔爪之后，冰级神经内部竟然产生了一股亲和力，可以轻松切割，改变其结构。宇浩，不可大意。冰级神经之所以被称之为神经，就是因为它本身已经进化到了拥有一定生命力的境界。要想击败它，就必须压制它内部的核心能量。那我们就一起上，让他看看极致之冰的厉害。永动之域，八角万寿刺，冰皇之怒，地寒天，雪舞耀阳，平霸。果然是最坚硬又是最柔韧的金属，用它来打造魂导器，性能一定远远超过同级别的其他所有魂导器。恐吓秦龙，如此数量的冰级神经，可是一举解决了唐门魂导器欠缺原材料的难题。看来冰级神经已经被全部开采。好了，宇浩，你可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这洞窟深处的万载玄冰髓才是更珍贵的天下至宝。这里的冰元素已经浓烈到了我无法吸收的程度。未经打磨的万载玄冰里面蕴含的天地元力可是非常狂乱的，一定要小心。前面的温度估计已经接近绝对零度了。这里的冰似乎连灵魂都能够冻结。紫气魔通，好漂亮。和冰级神经的极寒内敛不同，这里的寒意根本无法内敛，空气似乎都是粘稠的。就是这里了，这就是万载玄冰髓。我无法吸收这万载玄冰髓的冰属性天地元力。这里的空间太小，以至于寒气无法外放，完全沉积在这里。所以，这里的超低温也是我们生平仅见，距离绝对零度也只差不到5度了。温度已经远远低于你的极致之冰，所以你才一时无法吸收。极致之冰还不是绝对零度吗？温度低于零下150度，就迈入极致之冰的领域了。但距离真正的绝对零度，却还有着不小的差距。绝对零度是仅存于理论的最低温度，是只有神能踏足的领域。天梦、雪女、八角还有我，先吸收这里的万载玄冰髓，慢慢降低这里的寒气浓度，你就可以逐步吸收了。好，天梦哥，雪女、八角，你们一起吸收吧。啊，等等，这万载玄冰髓，这里的空间太小，以至于寒气无法外放，完全沉积在这里。所以，这里的超低温也是我们生平仅见，距离绝对零度也只差不到5度了。温度已经远远低于你的极致之冰，所以你才一时无法吸收。
我至少要先吸收一半。你说什么啊，冰冰？你难道是想借助这万载玄冰髓的天地元力重塑肉身，进而谋求脱离宇浩独立存在？你把我想成什么了？用你那个100万年修为的脑子想想，宇浩的所有魂灵中，谁是唯一拥有极致之冰的那个？你是想？我不仅拥有极致之冰，还是宇浩的武魂，能最大限度地吸收冰属性天地元力，而且能将这部分天地元力化作我的本源之力暂时储存。等到宇浩凝结第2魂核时，再将这部分天地元力全部融入他体内。要知道，魂师一般是要在封号斗罗阶段才凝聚魂核的，而宇浩就是因为天梦女在魂圣阶段就凝聚了第1魂核，那他凝聚第2魂核的难度就是空前的。届时，我将冰属性天地元力注入，才能把成功率提升到最大。冰冰，冰冰，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。更何况，乾坤问情谷，我已经答应与你在一起了，又怎会寻求离开宇浩独自存在？真的吗，冰冰？你再说一遍。你还要我再说？你自己错怪我了，该怎么罚？我错了。回头再跟你算账。赶快说吸收这万载玄冰髓的事吧。我们几个魂灵先吸收。宇浩，你自己只能吸收少部分。万载玄冰髓的效力太强了，如果你吸收太多，很可能会像当初天梦那样陷入沉睡。要是睡上个1000年万年，那就一切都太晚了。好。冰帝的灵石和这万载玄冰髓中蕴含的庞大能量，渐渐令它成为了一个以冰属性能量为身躯的全新生命体。冰帝吸收了9根，我可以了。天梦，天梦阁吸收了3根。宇浩，你让雪女和八角继续吸收吧。雪女吸收万载玄冰髓的速度比冰帝还要快，八角吸收了6根，雪女居然吸收了13根。雪弟，你恢复记忆了。这些日子多谢照顾，爸爸。别，那是你刚刚新生，没有记忆，做不得数的。重获新生的时候，我就已经不是当初的冰天雪女，而是一个全新的婴孩。我们血脉相连，你当然是我的爸爸。再造之恩无以为报，
我必然会陪伴你一直走下去，去挑战魂师那一层至高的境界。就算你失败了，我也会陪你一直到生命的尽头。雪弟，谢谢你，冰儿。爸爸，等你的魂力提升到8环后，到极北之地走一趟吧，那里有个适合你修炼突破的地方。地天，你是兽神，别的凶兽怕你，我可不怕。不怒自威，这才是极北3大天王之首，雪帝、冰天雪女。这水下似乎有什么在吸引着我。这是灵界巨灵，对不住了，灵气神经，可不准备让步。雪舞耀阳，平灵爆！好漂亮！地天，我可不怕。来的是什么军团？好像是日月帝国的护国之首魂导师军团。怎么还不出来？爸爸，我现在就教你控冰之法。我带你感受一下冰的世界。冰雪的基础都是水，水是万物之源，生命之源。水的力量无孔不入。这就是水，有水就有生命。冰与雪，无论形态如何不同，它的本源都是水，只是因为温度的不同才成了冰。冰其实就是固态的水，是坚硬的水，是水之刚强。控冰之法实际上就是控制温度。当你掌控了温度的奥秘与水之特性，那么你的控冰之法就有些门道了。今天让你先感受控冰之法的第一层——温变。水凝结成冰，会释放大量的热能，而冰融化为水，则需要吸收大量的热。所以，当你紧贴冰的时候，并不会那么快感到冷。而冰化的时候，吸走了你身上的热量，寒冷就来了。原来我并不了解冰，拥有极致之冰的能力，反而令我忽略了很多冰最本源的东西。寒冷，并不是纯粹对温度的控制，更重要的是对冰属性本身的了解。谢谢你，雪女。我对冰有了更深层次的领悟。希望这份明悟能在你凝聚第2魂核的时候有所帮助。这里温度已经回升不少，剩下的6根万载玄冰髓你都吸收了吧？好。
任何一个万载玄冰窟的形成，都是大自然的恩赐。可惜，这处万载玄冰窟并不在我极北冰原之上，当是随着地壳运动移动到了这里。这里虽然寒冷，温度比之极北冰原却相差甚远，无法维持万载玄冰窟。现在没了万载玄冰髓和冰级神经，用不了多久，这里就会彻底消失了。霍师弟，舅舅，这处寒泉洞窟确实是一处宝地。我吸收里面的万载玄冰髓，实力有了很大进步，极致之冰变得更低更纯粹了，就连我自身的生命力也增强了不少。这是冰级神经，也是我在这处寒泉洞窟内找到的稀有金属。舅舅，你把他们带回唐门，玄老师和二师兄一定能打造出一批性能优越的魂导器。那你呢？在你下井的这段时间，日月帝国来了一支军队，就驻扎在龙城城外。龙城背靠极北之地，背后已经没有任何日月帝国的敌对国家和势力了。日月帝国这个时候派军队过来，到底图谋什么？具体还不清楚，我没敢靠得太近观察。不过，看这支军队军容十分严整，整体数量应该有2万人，并且配备了魂导师。舅舅，我们兵分2路，你去史莱克城送稀有金属，我去探查龙城外这支军队的真正目标。高空探测魂导器，数量超过了100台，看来龙城外的这支军队所谋不小。这支军队十分可疑。凤凰图案是日月帝国5大护国之首之一的火凤魂导师团，哪怕已经是晚饭时间，军中巡逻、侦察、斥候，也都是一丝不苟地在执行着任务。这支军队果然军容严整，综合素质恐怕可以与白虎公爵嫡系部队相媲美。没有布下防御魂导阵，也就是说，龙城只是中转站。他们的目的究竟是？抓个舌头问问，顺便测试一下这座军营的真实实力。哎，看这里！得手了。触发式警报魂导器。果然，这座军营实力不俗。在这边，我看到他了！不愧是护国之首，果然是强大的魂导师军团。学武麒麟玉。虽然被发现了，但不能白来一趟。
八角玄冰草魂骨技能，八角万象刺。好强的大范围魂技，辐射范围足有1公里。我怎么说也是10万年魂兽，我赋予你的魂骨技能又怎么会差？敌人只有1个，你们还给他逃了？是的，团长，对方实力很强，他用覆盖面积极大的冰属性魂技摧毁了我们的高空探测魂导器，之后整个人就像消失了一样。他似乎还会精神攻击，导致我们的魂导器在瞄准过程中出了偏差。冰属性，精神攻击。团长，我们现在……这个人的行踪诡异，用常规之法必定无法擒获。但若我们拔营起寨，或许能引他来探。哼！传令全军，拔营起寨！大公峰，23号实验品存活超过72小时了。很好，这次的实验若成，我日月帝国的勇士就能拥有源源不断的备用器官了。没有继续搜查，反而匆匆启程了。精神探测。按照这个行进方向，他们的目的地难道是？极北之地。模拟。好，收到。钻井台。对了，既然靠近极北之地的龙城拥有冰级神经和万载玄冰髓这样的至宝，那么极北之地肯定埋藏着更多的稀有金属资源。日月帝国真正的目的是开采极北之地的矿脉，攫取资源，为扩大战争规模做准备。既然来了，就别急着走了吧。你以为单靠隐匿身形
就能瞒住我们的视线吗？封号斗罗，你一定奇怪是怎么被发现的。其实你不用奇怪，我知道你有能力对我们进行侦查，所以为了布置这个陷阱，本帅着实是耗费了一番功夫。在这极北之地边缘，最大的特点就是低温，而低温之中，热能探测魂导器就会特别的敏感。虽然你已经很小心地将自己的体温与周围环境同化，但是你却忘了，在你移动的过程中，空气气流会变化，多少还会有一点温度的改变。这是禁神手铐，能够禁锢你的魂力，戴上它，露出你的真实面目，我们就可以好好谈谈了。好吧，我认栽了。团长，是我。障眼法，雕虫小技，看我怎么戳穿你的小把戏！到底哪个是假的？他是假的，快攻击！蠢货，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，究极魂导师的实力！我带你感受一下冰的世界。这就是水，有水就有生命。我对冰有了更深层次的领悟。剩下的6根万载玄冰髓，你都吸收了吧？舅舅，我们兵分2路，你去史莱克城送稀有金属，我去探查龙城外这支军队的真正目标。既然来了，就别急着走了吧。障眼法，蠢货，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！蠢货，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！他是假的！不好，对方实力远超于我，得想办法尽快脱身。往哪儿跑？这里可是在极北之地，岂能容你这小小的火鸡撒野？兵兵必战！混蛋，敢对老身无礼！我奉天打你杀人！快躲起来！精神踏印，玄武之魂，命运头骨技能，灵魂暴震，精神护罩。这位团长虽然有防御魂导器护体，但实力明显不如那个封号斗罗。八角玄冰草魂骨技能，八角万象刺。不好，元帅有危险，要尽快解决眼前的麻烦。圣剑主帅是我唯一的脱身机会。命运，灵魂冲击，无敌护罩。你身上还藏着多少防御魂导器？暗星滚爪。什么？现在，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了。是你！你敢！挟持我！
94阶火凤斗罗栾凤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原来是他。二师兄说过，火凤斗罗栾凤是与星空斗罗叶雨林齐名的存在，常年担任火凤魂导师团的团长。看来橘子空降火凤魂导师团后，栾凤就退居副团长了。都让开，不然我就让他给我陪葬。住手！栾凤奶奶，不要管我！放开团长，老身可保你不死。你们没有跟我谈判的资格。我离开后，自然会放了他。让开，让他走。希望阁下言而有信。对不住了，橘子。你还活着？我以为你已经死了。这些日子，你还好吗？不算好。对不起，宇浩。虽然我很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见到你，但看见你还活着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不要试图与我作对，好吗？橘子，我可以帮你离开日月帝国。依靠你的本领和智慧，你完全可以过上全新的生活。战争的残酷，你早就已经亲身经历过，为什么还要将它带给更多的人呢？你说的轻巧。当初星罗帝国军队杀害我父亲，令我家破人亡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对他们的统兵将领这么说？是他们毁了我的一切，我要报仇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就是为了要报仇。谁能帮我报仇，谁就是我的恩人。徐天然是，你不是。你有你的道路，我也有我的道路。除非你现在就杀了我，否则你是拦不了我的。没人能阻拦我前进的脚步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带领日月帝国大军，踏平原属斗罗大陆3国，一统天下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大陆上就再也不会有战争。我会好好的治理这个国家，让和平永存。有一句话你说的对，我现在就应该杀了你。如果是死在你的手上，我愿意。原来你就是新来的交换生。这颗牙齿怎么办？距离心脏太近了，坚持住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对不起，都是我害了你。我有很多话想告诉你，但是我觉得告诉你也没有意义了。再见，宇浩，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。希望我们不会在战场相遇。当初在景阳山脉，你从银月狼王手中救我一命。如今我且放过你，将这滴鲜血偿还。从此，我们一笔勾销。今后在战场上再见，我们只会是敌人。今天之后，
我会不惜一切阻止你。角冰原灵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阻止橘子。要摧毁橘子的火凤魂导师团，必须有极北之地的力量。极北冰原熊，身材巨大，短距离奔跑速度却堪比敏攻系魂师。这是雪地松鼠和极地短臂兽。为了在极寒环境中生存，极北之地的魂兽演化出了奇妙的共生关系。10年前，第一次进入极北之地，依靠天梦阁的残退御寒，一路艰难前行，才达到核心圈。而现在，早已不同往日了。雪女，回家的感觉真好。雪女本是极北之地最纯粹的冰属性天地元力凝结而成的生灵，是天地间应运而生的生命，本身就是最纯净的元素体，是极北冰原的女儿。冰天雪女，得天独厚，一代雪帝，雪舞飘零。好一支冰天雪女舞！团长，那贼子有没有伤害你？蓝凤奶奶，我没事。马上召集所有将领，传令，所有魂导器全力运转，加快矿脉探测和开采工作，全军进入迎战状态。老身的火凤剑很久没有杀人了。他肯定还会回来的。大片的生命气息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靠近。兽潮！天王之一的泰坦血魔王，他也来了。极北冰原熊，他的体型竟不在泰坦血魔王之下。这头极北冰原熊，或者说是冰熊王更为合适，其修为已经远远超过了10万年魂兽的级别，几乎不弱于星斗大森林的凶兽熊君。小白，你又胖了。小白，他哪里小了？小白是雪女在统一极北冰原时捡回来的一只小冰熊，以前一直跟雪女生活在一起，
现在虽然已经是一方霸主，但他还是一直将雪女当成妈妈看待。阿泰，好久不见。泰坦血魔王也听命于雪女，雪女在极北之地果然是说一不二的至高存在。我极北之地乃是一片净土，对我来说，这一生中最令我满意的事情，就是极北之地的和平。这次召集大家过来，主要有2件事。第一，我要向大家昭告，这次相见之后，我将会进入另一种层次的闭关。我也不知道最终结果会如何，特此向大家告别。很有可能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和大家见面了。第二，我要确定我的继承人选。我宣布，从这一刻开始，阿泰将继承我的位置，成为极北冰原之主。你们要像尊敬我那样尊敬他，听从他的命令，助他维护极北冰原的和平。冰帝呢？冰帝会与我一起闭关，无论成败，你都是我更适合的继承者。你要记住，就算我不在了，极北冰原也还是原来的极北冰原。你一定要善待各个族群，秉承我的志向。只有我们极北冰原自己足够团结，才不会被外敌入侵、欺辱。是。所有冰原的子民们，你们记住，我的离去并不代表死亡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永远守护着你们。任何违背极北冰原规矩的存在，都将是我的敌人。